你说这哪儿说理去啊？之前在书馆说书也是如此，你说个南北朝啊，讲个史记呀、春秋啊，讲个这个，你费很大劲，你还觉得挺好，人家观众不爱。你这一说王家庄闹妖精啊，黄鼠狼、狐狸怎样吃小孩，呵，大伙儿开心。这哪儿说理去啊？谢谢各位吧。这个最近，德云社工作量还很大啊。我要是再有点时间，我可能弄得还细致啊。因为最近一个是那个天津德云社的开张，啊，再加上这些个影视剧的拍摄，包括龙字科招生之后这些个外地学员的问题啊，这很复杂。你包括天津德云社啊，天津德云社这要开，眼前最少得开2到3家啊，是不是好惊喜哈？天津德云社原来开过一家。我都忘了零几年，08年、09年，啊，原来开过，也所谓的开过就是跟人合作。天津有一个老剧场，我们一块合作，人家出地儿，我们出人，然后卖完票2家分账，3746我就忘了，反正是，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并不愉快，网上传说那个没人看，那瞎说，啊，每场的录像我都有资料，因为是每周5天津德云社演一场嘛，当年。咱别说好与坏，反正那天晚上吧，啊，天津听相声的都在天津德云社，啊，所以确实也骚恨，啊，人家小剧场，人家那50个座、80个座，卖满了，卖70人，就类似这样吧。我们那会儿天津德云社是个大礼堂，楼上楼下抄起来卖满了，这1、2千人，可不，那听相声就那点人嘛，那个年头啊，这屋一满了，人那都休息了，所以说很遭恨。但是后来就觉得有问题，账上有问题。因为他卖票嘛，剧场卖票，卖完票他给我们结账，到今天他的账都没结清楚，而且一开场之后灯一黑了，他服务员往里边带人，你比如说80块钱一张票，他50块钱他给你送进来8个，啊，坐那儿，他敛钱，你管他，你找经理说，经理还带200人进来呢，所以说就一直没再干下去，后来就拉倒了，真是到今天有的账都是死账，这对不上，这一晃10多年也就拉倒了。这回还行，这回天津这个好几个区，都跟我们聊过。另外在天津，包括什么西青啊什么的，还准备做影视拍摄基地，有这么6、700亩地，准备盖一盖，弄一弄，啊，还行吧啊，这不啊，不耽误啊，这不是憋着以后还要把影视弄一弄嘛哈。有一个毒水工程啊，挺好啊，挣钱不挣钱的图一乐呵吧。人呐，这刚才就记者采访我，问我有什么雄心壮志，我有什么雄心壮志？待着不也得吃饭吗？人不得干点什么吗？成与不成那是另一回事儿。哎，这就行了，跟屋躺着，你到点位得坐起来吃饭去嘛，就行了。人总得有点事情做的啊。还有当年我们在那个陕西也有德云社，陕西当年也开过，也是跟天津德云社前后脚，后来也不做了。人家也是一个100年的那个老剧场，唱秦腔的剧场，也是2家合作，人家出剧场，我们出人，这个3746一分账，反正就是稍微吃力点在哪儿呢？你比如说，为什么北京城里边我们好几家小园子呢？就是这儿演完了，他这几个人往那儿赶，一趟马路的事儿就过去了。但你要在陕西的话，你这单有一帮人在陕西，你不能说陕西德云社这帮人演完之后当天哗改了南京德云社，他赶不过去，就后来就不演了。但是后来我看就是自媒体把这解说的可热闹了，说什么被谁迫害了，让人同行排挤了，导致演不下去，那瞎说，咱们奉公守法，好好的经营业务。对吧？你这公安部门来了，咱们守法；税务部门来了，咱们纳税；工商来了，咱好好经商，对吧？你这卖泡馍来的，我来一碗就完了呗，是不是？还能怎么着？好多人说那不对，那是因为你德云社在陕西都没人看。我说那8000人一场体育馆怎么有人看？200人小园子没人看，咱别抬杠，没有意义啊。所以说短期内呢，就是先把天津这几家先开，然后现在山东德云社也在盖着呢。在盖着呢，他那个风格不一样，你看天津这几家竟是那个老园子，古香古色的，
山东济南的那个是在市中心盖了一个大楼啊，楚天楚地大楼，也是几十亩地，然后楼里边有7个剧场，这是山东济南那个山东的7个剧场。对，有山东德云社，有山东麒麟大舞台，有说书的永安书场，唱地方戏的丹桂戏院，就类似这个，还有那个沉浸式的喜剧的舞台都有啊。当然了，我有时候也挺爱看自媒体们这个编故事，一点小玩意儿他给你翻了花的说啊，也挺好，也挺好。谁不都得活着嘛，不容易，挺好。天下哪有什么对，哪有什么错，都对也都不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闲话啊，好多先生到某地去，不了解当地的习俗，说书这桌上不摆书，当地人不认可，觉得你瞎说，啊，就得跟道具似的摆上，用不用的，哎，来唱片儿。哎，现在你真摆上这个，你也让人笑话，也不合适啊。这么多年来，说书这个行业是越来越难干了，信息量现在越来越大，人人都是自媒体，谁都有手机，想问点什么，上网一搜就知道了。过去那完全得听说书先生的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而且那说的活灵活现，你不信不行啊。但是现在不好骗了啊，现在观众都学坏了，你还讲理不讲理的你们啊？但是挺好啊，不会再回到当年那么兴盛的时候了。过去这一趟街上可能有20家书馆，多少个说书的，以后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了。但是这行呢，它也灭不了，啊，就希望它好呗，因为它其实卖的是演员自身的魅力。同样的事情从这个人的嘴里说出来，可能就不太一样，啊，这个就拼的是个人的知识储备量。有人说书比说相声就雅致一点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哈，其实，从娱乐角度来说也谈不到雅不雅的，这都两回事儿。有人过分要追求这个，你雅到头也就是昆曲吧。昆曲那是真雅哈，我不知道您哪位喜欢昆曲哈？那昆曲不是一般人欣赏得了的，那每句唱词里边都是典故。那前清的时候，那举子们那个念书的人都抱着康熙字典听，他每一句都典故，你听不明白呀，那还了得？当年昆曲那也是由于朱元璋一句话，才引起来大伙儿对昆曲的重视嘛。啊，朱元璋大明朝一建立了，哎，朱元璋这个皇上其实挺有特点，他跟其他皇上不一样。有一天他问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叫周寿仪呀。就是昆山人，上海边上，昆山人。这皇上跟他聊天，闻昆山腔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听人说你们那昆山那儿的小曲小调挺好听的，你也能唱吗？就这么句话，闻昆山腔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讴就是唱啊，你也能唱吗？就这么一句话，给天下的艺人带来了生机。哟吼，皇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说明是要大力的推广昆山腔了。于是连文人，当年的编剧、官员、秀才，老百姓里边有点水平的、有点文化的，这个觉得商机无限，属于我的机会到了。因为皇上问了一句昆山腔，大批的人投入进来，咱们写剧本吧。万一写完剧本，皇上再问咱们呢？咱们编曲子吧，咱们排戏吧。他就是由于朱元璋的一句话，整个的社会从上到下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机会来了，大伙儿一起研究昆曲，才把昆曲创造出来。上有所好，下必安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再比如说，人家朱元璋问我，闻太平歌词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咱也得说能讴，能讴，忒能讴了。所以天下的事你听着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，道理很朴素啊！你干我们这行，你就得琢磨透了呗。
其实天下事也都跟评书是一样的，不管什么事情，说到根儿，也就是一个故事。而且历朝历代好多故事，它翻来调去就这点事儿，换个男一号啊，换个主人公，换个发生的地点，可能有一不同的结尾，也就是如此啊。你们有时也看看网上评论哈，那些人对你们不满哈，不看哈。谁给你们这份勇气？行啊，乐乐呵呵的得了。这些日子春天，柳絮满天飘啊！我这个鼻子一到这天有时就不舒服啊。我有心也戴口罩，怕不合适。要是能戴口罩坐着说书，我省心了啊。弄点音频一放，我。人这有明白人，马上人家说出退票。你买票了吗你？啊，你网上听你还有一充值的，到现场还行。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在棚里录书，我觉得我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，啊，现在录的时间往前提了。早先录的时候就弄就干到半夜去才，啊，因为我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爱好，就是爱迟到。那个组里有净通知您中午1点钟到棚里来，我说好的。哎，我一般4点多从家往外走了啊。这个尤其是做节目啊，我是比较喜欢迟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多年来，你从20年前我们那会儿也年轻啊，做小演员、小主持，干点小活儿。后来我就发现他们。不管是电视台啊，还是什么综艺公司啊，他们干活有一特点，他可能得晚上9点才录你了，但他让你上午啊8点半就到，来了之后给你装到屋里，关上门，他老一踏实。哎，反正你来你也走不了啊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说不能这样啊，他要用我的话，他能等啊，能等，所以后来就养成了一个爱迟到的好习惯，也不好啊，以后我要。争取早点来，不能在下午4点从家走，哎，3点半是吧？挺好，我特别喜欢这个氛围，而且之前我还问过，我说我来这么晚，你们怎么办呀？好多观众说我们都带着饭来的，我们在这一玩一天，挺高兴的，那意思就是我来不来不重要。所以那4点5点那就看我心情了啊，好吧。这回说三国，我也是没想到，因为我原来想，我说等我老了我再说这个吧。后来想想也对，老了可能就说不动了，好多东西也记不住了就。而且这个书它不像说别的拿起来就说，那真是瞪眼说瞎话。这个人名字你也不能跟人瞎编呐，他叫吕布，你说咱叫张绸缎，他不像话，是不是啊？这都有据可查的，他哪件事挨着哪件事，他都是死的，他不像说《西游记》，我那个《西游记》跟原著是不一样的，啊，等我有机会吧啊，我录完之后，我当年我自个儿弄过一套《西游记》，啊，大路线是没错的，也是取经，但是我从开始啊，从这个金蝉子一下凡啊，就是雷音寺。怎么串的？是那儿不说了，不能说不能。我那个是这样的，就是优酷，对不起你们啊，占你2分钟时间。他就是如来佛的弟子啊，金蝉子晚上在雷音寺里边巡夜，来一个金鼻子的小白老鼠，偷喝佛前的灯油。啊，巨大无比的大蜡烛，他爬上去喝蜡油去，但是呢太烫，张不开嘴。金蝉子过去呢，就把这个蜡烛那花儿弹灭了。这一弹灭之后呢，这手上还留了一个记号，一小疤，让这老鼠跟这儿喝油。如来就说了：“你看你这个动了凡心了，不是我弟子，所以你要下凡，哎，作为取经人再回来见我。什么时候你再能以取经人的身份出现在雷音寺大殿上，能看见我，我才承认你是我的徒弟。”就这样呢，金蝉子就下凡了啊，要做取经人。小老鼠呢也下凡了，在半道上等着他。
天下妖精等唐僧都是为了吃他的肉，唯独小老鼠是为了跟他结婚，是为了报恩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金蝉子到了凡间了啊，他一共是要投胎转世10次啊。这前9回呢不一样，这一世呢可能他是个坏人，下一世是个好人，这世是个女人，那世是个妖怪，种种的吧。反正每一世的最终结果都是我要去取经，但是都是阴差阳错就走到流沙河了，被沙和尚给吃掉了。吃完之后呢，脑袋扔到河里边呢，它不沉啊，飘上来了。开始呢搁手里盘着玩，后来越来越多，就拿绳子串到脖子上挂着。这就是他呢为什么沙和尚挂着9个骷髅。9个骷髅齐了之后，第10个来的才是后来那个唐僧。我是从这儿开书，先是开这个9世唐僧这9世的过程，这之后然后才取经。取经每一山每一洞每一个妖精都是我自己后来重编的，不一样。所以之前您听有一次我在北展台上我说了一点儿啊，好像大伙还挺爱听的啊。对，那就是我与众不同的西游啊。那等有机会咱们再玩那个，好不好？先说三国吧。这个天下说书的人有很多呀，全国大概还不得有个5、6个啊。这行业算完了，一个行业全国才这么几个人，你是怎么干的啊？不容易。因为他之前呢下的功夫太大。而且我们这玩意儿，它咱实话实说，它又不能量化，这就不好干了。你比如说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天津的，一中医大夫，扎针灸啊、开药都好。我们这东大夫，那真是我认为他是神医啊。好多人跟我一聊天，中医不行，我说咱也别抬杠，这就跟说相声似的，是说相声的每个你都爱听吗？不是，就这么简单呢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说相声1张票1800，那个5块钱管饭还没人去？呀，你要拿那个来衡量的话，那就没法干了。但又不是人人都卖2000块钱票去，那只能说您遇人不淑，您碰见那就那样的。中医也是如此啊，上下几千年来，那不就靠着中医活下来的吗？他如果说他骗人，今天骗，明天骗，早晚他就没了。他能存在好几千年，自有他的道理。现在有些孩子们，咱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有那朋友也是中医，小孩上3年学，他就出来了，给你号脉。这个东西他跟说相声一样，他需要经验，跟着老师走南闯北，他得见108000个病人，他得有经验，他才能知道这个如何。所以说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说中医这么不好那么不好，那有失公允。我们这朋友也是东大夫，最起码我好几次又不好受啊。关键人家得说到前边，你这会是什么什么，拿过针来也没有说你躺好了，然后得这样慢慢的来，他没有。你跟他站一面对面，他就拿着针跟你连说话带聊天，就甭管是脸上脑子上连看都不带看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你多瘆得慌啊！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家里祖传5、6辈干这个的，往上倒，人家家是御医，你这就这么简单。您碰见那个不是，对不对啊？他这就灵，他看完你之后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这会是什么什么什么。我给你扎完之后，一会儿你咳嗽啊，或者你这病人你出去溜达去吧，溜达完回来你只要一排气，你待会儿怎样，他先说说了之后完全按他那来着。而且之后你就好了，你不信他，你信谁？对吧？你不信他，你倒叫迷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跟他聊天，我也说了，我说您这行没法量化。我说我真给你接到北京去，咱们捯饬金碧辉煌来一大会所，你给人扎针，这不现实。为什么呢？你这神医就一个呀，门口来800人，你累死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这行跟说书道理是一样的，他不是说我愿意说书，我给你个词儿回家背一背就得了。那愿意学针灸的孩子不也有的是吗？咱也见过那个外边诊所贴着针灸300一回200一回的，咱也能扎上，好不好？人告诉你，您这个得来45回，你看就这个呗。
你差2回你还嘀咕，哟，怨我没坚持下来。说书也是，他不是背课文啊。为什么好多人说书您各位觉得不爱听？那是不爱听啊。但凡认字儿，有点脑子，没有别的业余爱好的，不都能说书吗？怎么还没有别的业余爱好呢？他喝酒他玩去，谁功夫背这个呀？给你一份词儿去背去吧。这大爷真认真，天天背，背完之后坐这给您背一遍，谁听那个玩意儿啊？对不对呀？说书再说，您各位什么文化都有，藏龙卧虎啊！您大学教授，博士前、博士后、博士左，甭管您在博士的哪边吧，是吧？您坐这一听郭德纲说的，哎，你看别说，他说的从他的角度理解还是有点道理的，也得让您能听。没文化的听完之后也得讲，哎呦，这故事挺好玩的，你这才叫说书呢。为什么说难就难在这儿了？您看我们招生的时候啊，德云社招生，比如我们招说相声的，你来300人我都敢招，说书的我一个都不招。为什么呢？我家里这几个徒弟学说书的20年了，还没摆弄出来呢。你看他就这么难啊！说简单是真简单。我们小时候说书就是跟着先生一块儿听去，先生在一个茶馆干3月，我们天天就中午12点多到那儿去，跟着扫地收拾屋子。有时候冬天呢，书馆还得点炉子，我们得忙活弄炉子。那他讨点仔细啊，干活啊，人家前后台不讨厌你啊。这儿先生来了，沏上茶给他弄好伺候得了，他坐在那儿，这就开始我们听。没有人跟你说，就是你坐那儿听。这一天他说3钟头，哎，完事儿给他伺候回家了。先生高兴留你吃顿饭，不高兴滚蛋。回家之后倒磨他今儿说这3钟头说的是什么，我得大概能把它背下来啊，自己拿笔紧要的关节写下来，人名字写下来，好包袱记下来。这样的话听这么3月，把这一套书全听一遍。听完之后他下3月上那边去了，我们得跟着上那边去再听一遍啊，听来听去，你要听会了就会了。他要高兴了，他也问你那个怎么回事，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先生您看那个如何，他觉得哎，这家伙挺灵，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地儿不对，是怎样，他给你讲，这就算教你了。就这个过程下来之后，你要会了你就会了，你要不会你就干点别的去。不是先生坐在这儿东汉末年说东汉末年，不是那样教，那个先生早累死了，对吧？为什么难就难在这儿，就我们这说书这行业必须是天才，99%靠自己，剩下的再能用功，在我先生指点，自个儿再多看书，你才能成功。但是唯独在艺术方面，家长也愿意听。你看奇怪在这儿，人的孩子们他都愿意，都认为自个儿我一定是那个艺术家，他爸他妈也相信。你上网看看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评书、相声，所有艺术种类，你看大伙儿一点评，五花八门，骂了个街都寒碜着呢，没有一个人不比演员强。为什么呢？这行太难了，但是人人都把它想的太简单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们自个儿得知道啊，那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往这一坐跟人说，这是在棚里边，您各位这是不花钱。要在茶馆里边，您甭管10块20块，你花了钱坐在那儿，他老得琢磨我花钱了。为什么说想当初说相声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一规矩，必须要卖票，必须卖票，绝不能送票。你天天送票，有一天卖3毛钱，观众都觉得坑得很。啊，你看，包括很早以前我们做演出，我就跟他们聊过，我说咱们尽量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主办方人家有这个要求，这场演出人家包了你啊，在一个5000人体育馆，它其中可能会有500张票、300张票，地方上有应酬啊，方方面面，这你拦不住的，这个票是必须要给的。但这个就你在台上一看，你就知道哪儿是没花钱的啊！你看这帮跟那儿来回溜达，说闲话的、嗑瓜子儿的、孩子满处跑的，那一定是没花钱，他不珍惜。你看那趴在那儿眼珠这么盯着你，花钱了。
花钱了，谢谢吧。这个老这么鼓励我、支持我啊，这些年来没少说书啊，好几位，你看这几位大姐，这都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。你想，他们比这鹏的岁数还大啊，到哪儿去都有他们，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谁。对，这个玩意儿要没有您各位支持捧着，没法干。说相声、唱戏，无论干什么都是如此，你得有人捧啊。您天大的艺术，您这玩意儿好的都不行了，就没人搭理你。你说别的就没有意义，对吧？尤其我们这个混的就是人缘。德云社到现在抄起来也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越来越觉得跟观众打交道是天下最开心的事情。当然也不容易，你看今儿后台又采访的，老有采访的啊，要没他们我早出来说书的了啊。他跟我聊天说那个，你看你们这儿有好多小孩漂漂亮亮的小鲜肉，你们这样是不是就违背了说相声的宗旨了？我说说相声什么宗旨啊？啊，你的意思都得剃一大光头啊，穿一大褂站在那儿一说点民国时候的相声，你就觉得，当然说成那样你也不听，你要这劲儿啊，但是不行啊。我说我们得吃饭呢。好在就是我们这演员，就各种口味的都有，对吧？你要听老先生，我们有你高峰高老师那样，对吧？你看那状态，那一定是65往上了都，对吧？你听你这儿有，你想听那个口风紧的、包袱脆的，我们也有，各取所需嘛。谁规定这饭店就许一样菜？对不对呀？我们做的是生意。这个玩意儿我就这样，我都堵不住你们的嘴，你们有点太欺负人了。我说我没有把我们这个行业看得有多么的神秘。传统艺术好多团体其实卖不出票去，都是因为过分的鼓励自己，啊，大可不必。我老说这个，说相声、唱戏、说书、剃头、修脚、种菜，这没有什么区别，它不就是工作吗？待着也得吃饭，你不得干点什么吗？哎，很好，你看我们这个工作跟我们的爱好又是一回事，这就是祖师爷赏饭，老天爷恩典，各位衣食父母支持就行了啊。对唱戏来说，我也跟麒麟剧社的说过，第一啊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神秘。神秘为什么说的那么神秘？那就是实在蒙不住人了，还是往高处说，是吧？你不能再问了，你要再问你不合适了啊，对吧？你不能把它看得太神秘。但是我们要尊重它，不是说不看的神秘，这破玩意儿不值钱，下九流那也不行。你想这么一门艺术，它养活多少人吃饭呢？功德无量嘛。咱们就事论事儿，它就是一门艺术啊。您看一乐，因为观众就是两种心态，第一是找乐，第二是找茬，对吧？你可不就这个呗？啊，攥着票坐那儿，老看你有问题啊。但是呢，观众其实也可爱，你包括比如网上，你看好多位点评京剧的，说的很苛刻，他其实台下他要认识你了就没事儿。你看人有见面之情，你就这么简单。那会儿我跟陶阳，我跟他们我就说，我说你们别学我这个岁数我犯不上惯着他们，啊，我说你跟他交朋友，哎，他私信骂你，你就捧他，你捧他两句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你看这个玩意儿。哎，一拍肩膀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后来陶阳说：“爸爸，您说这太灵了啊！人心可不就这点玩意儿吧？啊，我们打小干这行就是琢磨人呐。这一套书成千上万个人，我得给他摆好了。这个为什么坏，我得替他都设计好了。那个为什么这么好，哪件事情他做得对，都得我们给他安排。这为什么说做艺难就难在这儿了呢？是不是啊？你包括这个现场这些位，对不对？大老远的，你们住哪儿都有。”啊，也不知吃饭没吃饭，坐着听我瞎说，还挺高兴的啊！现场随便喊，随便还有喊爸爸，还有别人搭茬，各式各样。